最近的股市是不是让你感觉心脏快要跳出来了？在10月10号，一个黑色星期五让全球市场陷入恐慌，纳斯达克指数一天就跌了超过3.5%，创下今年4月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很多人直接吓傻了，以为天要塌下来了。结果呢，没过几天，市场又像没事人一样，标普500指数甚至还不够1个月内创下历史新高，史上第一次站上了6800点。这到底是在搞什么呢？我们手上的股票到底该抱着还是该卖掉？未来股市还会这样暴跌再暴涨吗？如果你有同样的疑问，恭喜你来对地方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这条影片要为你彻底解答的核心问题。因为一场决定未来几个月甚至几年全球金融市场走向的关键大戏即将上演。没错，就是中美两国的关税大战，以及即将在10月30日在韩国 APEC 峰会期间举行的川习会。这两个全世界最强大的经济体，他们的领导人在经历了几个月的剑拔弩张之后，终于要坐下来面对面谈判了。他们是会握手言和，让全球市场松一口气，开启一波疯狂的庆祝行情，还是会拍桌翻脸，引爆一场史无前例的金融海啸？所以今天的影片我会带你做3件最重要的事情。第一，我们会完整梳理这次中美关税战的最新进展，现在吉隆坡的谈判桌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双方各自的底牌和筹码又是什么。第二，我们会深入复盘解放日股灾和黑色星期五，从历史中吸取血的教训，找出在这场大国博弈中市场运行的真正规律。第三，也是最重要的，给你一套清晰的剧本和应对策略，不管川习会的结果是好是坏，还是不好不坏，你都能提前做好准备，知道自己该怎么做，真正做到涨跌都赢。这条影片会有点长，内容会非常硬核，但我保证，如果你能完整的把它看完，你对当前市场的理解将会超越95%的投资者。你不再是那个随波逐流、被新闻标题吓得半死的散户，而是能洞悉全局、冷静布局的赢家。废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开始。在我们展望未来之前，必须先搞清楚现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其实2018年是第一次发生关税战，而2025年的这场新战役，无论是规模还是深度，都远超2018年的。我们可以把现在的局势比喻成一场武林高手的巅峰对决。在川习会之前，双方的使者已经提前在一个叫吉隆坡的地方摆开了阵势，互相试探虚实。在10月25号和26号，中美双方的高级官员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进行紧急磋商。带队的是谁呢？美方是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中方则是副总理何立峰。这都是真正能够拍板的核心人物。他们谈判的目标很明确，为10月30日的川习会铺路，避免贸易战在元首见面之前就彻底失控。根据目前释放出来的消息，第一天的谈判，美方用了一个词来形容，非常有建设性。听到有建设性，你是不是觉得可以松一口气了？先别急，在外交辞令的世界里，有建设性的意思，很多时候仅仅代表大家还愿意坐下来谈，没有直接翻脸走人。背后的博弈其实非常激烈。我们来看看双方在谈判桌上各自握着什么牌。美国这边有3张牌，第一张牌是301调查，就在谈判前夕10月24日。美国贸易代表署宣布要对中国是否履行2020年签署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展开301条款调查。这个301条款可是大有来头，它就像是美国总统的尚方宝剑，赋予他权力，可以对任何被认定为不公平贸易的国家采取包括加征关税在内的报复措施。这一步棋等于是把一把刀架在了中国的脖子上，威胁的意味非常浓厚。第二张牌是100%关税威胁，特朗普本人更是多次在公开场合放话，如果谈判不顺利，他随时准备对中国商品追加100%的关税。这是什么概念？这基本上就是要让中美贸易直接清零，是一种经济上的核威胁。第三张牌是技术封锁，除了关税，美国在半导体、人工智能等高科技领域的封锁从来没有放松过，这才是真正打到了中国的痛处，也是中方最核心的关切之一。那么中国这边是不是就束手无策，任人宰割呢？当然不是。中国手上最有利的一张牌就是稀土。就在10月10日，也就是引发黑色星期五股灾的那一天，中国正式实施了全球稀土出口管制。稀土被称为工业的维他命，从我们手上的手机到 F-35战斗机都离不开它，而中国控制着全球绝大部分的稀土供应。这张牌一打出来，等于是掐住了美国高科技和国防工业的咽喉，这也是为什么美国这次急着要坐下来谈判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你看，现在的局面非常清晰，
美国想用关税和301调查逼中国在履行旧协议、扩大采购美国农产品以及开放市场等方面做出更多让步，而中国则用稀土这张王牌反制美国的技术封锁，要求美国放松在高科技领域的限制。双方都在赌对方不敢让局势彻底破裂，这是一场比拼胆识和实力的懦夫游戏，谁先眨眼谁就输了。吉隆坡的谈判说到底只是为了10月30日在韩国的川习会做准备，那才是真正的决战时刻。白宫高调宣布了这次会晤，但有趣的是，中国官方的态度却相对模糊，只说双方就元首会晤保持密切沟通。这种温差本身就是一种策略，美方希望营造一种我们愿意谈，球在中国那边的氛围，而中方则表现出我们不急是你求我的姿态。市场对这次会晤的预期普遍非常低。有前美国贸易官员就直言，中美现在最多只能找到一个战术底部，意思就是达成一个暂时的避免关系恶化的短期休战协议，但长期的结构性矛盾谁也解决不了。华尔街的主流看法也是降低期待，只求不破局，这就是我们即将面对的宏观背景。一边是剑拔弩张的贸易战，一边是小心翼翼的谈判。那么作为投资者，我们该如何从中找到方向呢？答案就藏在历史里。巴菲特说，只有当潮水退去的时候，你才知道水在裸泳。这句话用来形容现在的市场再贴切不过了。而今年我们就经历了2次潮水退去的时刻，完美的展示了在当前的政治格局下市场的运行逻辑，也让我们看清楚了谁在裸泳。第一个就是4月2日的解放日，特朗普突然宣布将这一天定为解放日。他要解放什么呢？他要解放美国的贸易逆差。他动用了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绕过国会，直接宣布对几乎所有与美国有贸易逆差的国家开征惩罚性关税。这个关税清单有多恐怖？对几乎所有进口商品先来一个10%的基本费，然后针对特定国家再加特别费。欧盟20%，日本24%，台湾32%，最狠的是对中国，直接从原来的基础上追加到145%。这个消息一出来，全球市场直接崩溃了。这已经不是贸易战了，这是对全球化贸易体系的直接宣战。市场的反应有多惨烈？我给你几个数字，你感受一下。4月3日消息出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纳斯达克指数一天就跌了将近6%，费城半导体指数更是狂泻近10%，道琼斯指数跌接近4%，标普500更是暴跌6.65%，几乎触发交易熔断机制。4月4日，恐慌继续蔓延，中国宣布了34%的报复性关税，市场彻底吓破了胆，道琼斯指数一天之内又跌了5.5%。短短2天，道琼斯指数累计下跌超过4000点，跌幅接近10%，连续2日都出现超过1500点的单日跌幅，这在道指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全球股市的市值在48小时内蒸发了超过6.6万亿美元。市场上哀鸿遍野，所有的财经媒体都在用血洗、崩盘、黑色星期一重演这样的词来形容。衡量市场恐慌程度的 VX 指数直接飙升到60，很多投资者都被吓得清仓离场，都在说熊市来了，世界末日到了。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就在市场最绝望的时候，4月9日，特朗普又发话了，他宣布对除了中国以外的所有国家暂停加征关税90天。注意，只是暂停，不是取消。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转变，市场的反应却是天翻地覆。之前跌得有多凶，之后涨得就有多猛。美股开启了一波被媒体称为史上最大人造牛市的疯狂反弹。这个4月的剧本给了我们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教训，在当前的市场，政策不确定性已经成为主导市场波动的核心因素。传统的价值投资者会分析公司的财报、行业的前景、经济的数据，但在解放日事件中，这些东西统统失效了。市场唯一的驱动因素就是特朗普的一句话，他说要加税，市场就崩盘；他说要暂缓，市场就狂欢。这就是典型的政策市。你可能觉得4月份的极端行情只是个意外，那么我们再来看看10月10日发生的事情。那一天，美股3大指数集体高开，市场情绪一片乐观。然而到了下午，画风突变，市场突然开始跳水，道指收盘暴跌近900点，纳斯达克指数更是重挫超过3.5%，再次创下自4月股灾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发生了什么？又是同样的剧本。导火索正是中国在那一天正式启动了稀土出口管制。
这是对美国持续进行技术封锁和关税威胁的直接回应。市场立刻意识到，中美贸易战不但没有缓和，反而升级到了一个新的维度，从商品贸易延伸到了战略资源。投资者担心的事情发生了，贸易战螺旋式升级，双方都没有退让的迹象。于是恐慌情绪再次主导了市场，投资者疯狂抛售，尤其是对供应链和中国市场依赖度高的大型科技股。10月10日的黑色星期五给了我们第二个深刻的教训。市场的记忆只有3秒，但历史会不断重演。从4月到10月，仅仅半年时间，市场就因为几乎完全相同的原因，中美贸易战升级而出现了2次大规模的抛售。这说明什么？说明只要中美关系这个根本矛盾没有解决，只要特朗普的贸易政策这个最大的不确定性还在，类似的闪崩就随时可能再次发生。这2次事件就像是2面镜子，清晰地照出了当前市场的本质。这是一个被政治高度绑架的、情绪极度脆弱的、波动性极大的市场，加上现在的美股估值是历史上第2高的水平。在这样的市场里，如果你还是用传统的思维去投资，想着逢低买入长期持有，那很可能你会在真正的低点到来之前，就已经被来回的巨幅波动给震出场外了。那么面对这样一个充满陷阱和机会的市场，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我的银饰技术在这种高波动性的市场环境下能发出作用。我们不是去预测台风什么时候来，而是建立一套系统，让我们能够在台风来临前及时躲进避风港，在台风过后第一时间出发，捕捞最肥美的鱼。这套系统会教会你识别趋势和风险管理。在一个由单一宏观因素主导的市场里，技术分析的有效性反而会被放大，因为成千上万的投资者都在盯着同样的新闻做出类似的反应。这些集体情绪和行为会非常清晰地反映在股价的走势图上，形成明确的趋势和形态。看懂这些信号，你就能提前做出反应，而不是在暴跌发生后才后知后觉的恐慌割肉。这也正是我开设银饰技术的初衷。我发现太多的投资者在这个市场里完全是凭着感觉和消息在裸奔，他们不懂得如何保护自己的本金，更不知道如何在高波动中发现机会。我的这堂公益课就是想把这套经过实战检验、简单易懂的系统分享给更多有需要的朋友。我会更深入地教你如何在这个变化莫测的市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投资机会，涨跌都赢，而且简单易明，10岁小孩都能学会。如果你对此感兴趣，想建立一套属于自己的交易系统，可以点击下方的链接了解更多。那么接下来最关键的问题就是，面对即将到来的川习会，我们具体应该怎么做？我们先来推演一下30号的川习会，就像一个薛丁格的猫的盒子，在打开之前，没人知道结果是什么。但我们可以根据现有的信息推演出4种最有可能发生的剧本，并为每一种剧本制定好我们的应对策略。剧本1：最佳剧本，握手言和，暂时休战。特朗普和习近平在会谈中达成了阶段性的缓和协议，比如美方宣布推迟或取消部分计划中的关税，中方也承诺加大对美国农产品，比如大豆的采购，并在履行旧协议方面做出更积极的姿态。这回被市场解读为重大利好，笼罩在全球市场头上的最大不确定性暂时解除。市场会如何反应？参考4月9日的人造牛市就行了。我们很可能会看到一波猛烈的全面的报复性反弹。之前被压抑的市场情绪会集中爆发，标普500指数可能会向着汤姆利预测的7000点甚至更高发起冲击。我们的策略是什么？首先，识别信号，一旦利好消息确认，看看有没有市场放量突破关键的压力位。其次，跟随强势。在这种普涨行情中，我们要做的是找强势股，应用银饰技术去筛选那些率先突破、涨幅最大、资金流入最明显的板块和龙头股。比如受贸易战影响最严重的半导体、科技股以及中概股可能会成为反弹的急先锋。最后设置止盈，但要记住，这种反弹是基于短期利好，而不是长期矛盾的解决。因此，在享受上涨的同时，必须设置好移动止盈。一旦趋势反转，就要果断离场，把利润锁定。剧本2：基准剧本，继续对峙，保持沟通。双方没有达成任何实质性的协议，但也没让关系破裂。会后的联合声明可能都是一些双方进行了坦诚、深入的交流，同意继续保持沟通之类的外交辞令。关税威胁依然存在，稀土管制也没取消，市场反应会如何？由于市场对这次会谈的预期本来就很低，所以没有坏消息本身就可能被当成一个小好消息，市场可能会出现短暂的小幅的释放性上涨。
但很快会因为缺乏实质性利好而失去动力，重新回到震荡格局。我们的策略是什么？首先，保持耐心，多看少动。在这种方向不明的震荡市中，最忌讳的就是追涨杀跌，反复操作，因为你很容易在通道的顶部买入，在通道的底部卖出，被来回割韭菜。其次，区间操作，对于技术好的高手，可以尝试在关键的支撑位附近小仓位买入，在压力位附近卖出，进行高抛低吸。但对于普通投资者，我更建议你保持观望，等待市场选择出明确的方向。最后，精选个股，在这种宏观不确定的环境下，资金会更青睐那些业绩确定性高、受贸易战影响小的防御性板块，或者是有独立行情的个股。这就需要更深入的基本面研究，当然也可以结合我们的银势技术去寻找那些逆势走强的强势股。剧本3，最坏剧本，谈判破裂，战火重燃。会谈不欢而散，特朗普在会后立刻宣布，11月1日起对中国加征100%新关税，依旧不改，甚至再加更多关税。中国也毫不示弱，宣布了更强硬的反制措施，比如将稀土管制扩大到更多领域。市场反应会如何？参考4月和10月，市场将再次陷入恐慌性抛售，而且考虑到现在的市场估值比4月份更高，这次下跌的深度和广度可能会有过之而无不及。那我们要如何做到涨跌都赢呢？首先，防守反击。如果你在会谈前降低了仓位，那么恭喜你，你已经成功躲过了第一波冲击。你手上充足的现金就是你反击的子弹。其次，寻找底部。在暴跌中，我们不做接飞刀的傻事。我们要做的是运用技术分析，耐心等待市场止跌站稳的信号出现。一旦底部形态确认，就是我们分批买入那些强势股的黄金时机。这也就是在市场的冬天里播种。剧本4，会面取消，信任崩塌，不确定性爆表。就在市场翘首以盼的时候，突然传来消息，原定的川习会因为某些原因被取消或无限期推迟，可能是突发的地缘政治事件，比如台海局势升温，或者其他意外因素。总之，两国元首连见面都不愿意了，市场反应会如何？这个剧本的杀伤力可能比谈判破裂还要严重。为什么？因为谈了但没谈成，至少说明双方还愿意沟通，还有回旋的余地。但连谈都不谈了，这释放出的信号就是双方的关系已经恶化到了一个新的低点，连最基本的外交礼仪都不愿意维持了。这种情况下，市场会陷入极度的恐慌和不确定性。投资者会问，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关税会不会立刻加码？中美技术战会不会全面升级？甚至会不会出现更严重的地缘冲突？在这种未知的未知面前，市场最直接的反应就是先跑再说。我们很可能会看到比4月2日更猛烈的抛售潮，因为这次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担忧，还叠加了地缘政治的风险。避险资产，比如黄金、美债会被疯狂抢购，而股市，尤其是那些对中美关系敏感的板块，比如科技股、中概股、跨国企业会被无情抛售。VIX 恐慌指数可能会再次飙升到50以上，甚至更高。我们的策略是什么呢？首先，极度防御。这个剧本如果发生，就不是减仓的问题了，而是要考虑重仓防御，甚至空仓观望。因为在这种系统性风险面前，几乎没有什么资产能够独善其身，现金为王，保住本金就是胜利。其次，关注避险资产。如果你一定要持有什么，那就配置避险资产。黄金可能在这种极端情况下提供保护。再次，等待尘埃落定，在会面取消的消息出来后，市场会经历一段混乱期，各种谣言、猜测、阴谋论会满天飞。在这个阶段，千万不要冲动行事，等市场消化完这个坏消息，等新的信息出来，等局势稍微明朗一点，再做决定。最后，有危就有机。如果市场真的因为会面取消而出现恐慌性暴跌，那些优质的、基本面扎实的、被错杀的资产就会出现极具吸引力的买入价格。这个就是巴菲特所说的在别人恐惧时贪婪，但前提是你要有充足的现金以及足够的勇气和判断力，用银势技术去识别真正的底部信号，而不是盲目抄底。我们推论了4个有可能发生的剧本，市场永远存在不确定性，所以我们要防范市场的反应，事情演变有没有超出预期，黑天鹅会不会随时出现，不要把自己置于被动的境地，主动出击，提前布局。而在这么不确定的情况下，可以部署黄金作为对冲，分散风险的配置。如果关税战恶化的话，黄金会上涨，可以对冲手上股票的崩跌，制定好策略。无论谁赢谁输，我们都要让我们的回报最大化，风险最小化。
好了，今天我们用很长的篇幅，深入地探讨了当前市场的核心矛盾。看到这里，我相信你对接下来的市场已经不再感到迷茫和恐惧了，因为你手里已经有了一张地图。但在结束之前，我还要特别提醒你一件事：这个星期市场将会面临多个重大事件的考验。首先，美联储将会在这个星期举行 FOMC 货币政策会议，市场正在密切关注美联储会不会再次降息，以及鲍威尔对当前经济和通胀的表态。任何与市场预期不同的表态都可能引发剧烈波动。其次，美国科技7巨头中的5家，微软、苹果、谷歌、Meta、亚马逊都将在这个星期公布财报。这5家公司的市值加起来超过10万亿美元，他们的业绩表现将直接影响纳斯达克甚至整个美股的走势。如果财报不如预期，或者对未来的指引令人失望，市场可能会出现大幅回调。再加上我们今天谈到的川习会，3个重磅的事件集中在同一个星期，这就意味着市场的波动性会大幅增加。所以我要特别提醒你，系紧你的安全带，做好准备。最后，我想说，投资是一场修行，它考验的不仅是我们的智力，更是我们的心态和纪律。在一个像现在这样充满了不确定性的市场里，唯一能让你稳定获利的，就是一套客观有效的投资系统。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请你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那你就可以第一时间得到我们上传视频的通知了。我们会把复杂的经济和投资理论简单化的讲给你听，也请你把今天的影片分享给你身边关心投资的朋友。我们下条影片再见。